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经历无限折磨痛苦吗？就是因为你没有走到你的轨道上。当你一旦走上你的轨道，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轨道呢？你知道吗？越是你亲近的人，越有可能为你创造金刚道场。大部分的大苦大难，恰恰都是最亲近的人赐予给你的。而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是让你醒来的礼物，而不是灾难。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而对于普通人的修行，我觉得就是接纳所有人。接纳的过程就是历练你的心性，放大你的格局和心量，直到把你磨成心性圆满的人。因为心无外物，你所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你内心的一个外在显现。也就是说，别人其实都是你另外的样子，你的侧面。也就是说，你喜欢别人就是喜欢自己，憎恨别人就是憎恨自己。外界的他人都是你一面面的镜子，你从镜子里面看到了自己的一个个缺点，然后这时候你要提醒自己可以修正过来，也要万分感谢镜子里的呈现，才让你看到了全方位的自己。而不是说看到镜子里面呈现你的缺点，你就会对着镜子大发雷霆，恼羞成怒。这就是修行的意义，无时无刻不在修正我们的念头和行为。道德经开篇便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兵家站在兵法的角度，认为这是一部如何克敌制胜的法门，而修道者则认为这是一部教人如何修心养性的道家法典。因为任何地方都存在道，所以无论再从哪一个角度去认识它，都是可以的。生在福中不知福，活在道中到处寻，人生处处是修行，学习成长就是顺道。道是一种高维智慧，当你能用道的思维去观察周边的万事万物后，就能清晰地发现事物的本质。掌握了道的人，他能够观察一切细微末节的现象看问题，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情况，而这就是你最了不起的东西。人生的重心不在生活，而在修行。我们分析一下本质，只是单纯的注重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便容易执迷于生活当中。而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现象、外象。我们遇见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在高维投射出来的相，不能跳出来看这些相，跳出来看自己，就会看不清事情发生的经纬缘由和来龙去脉，就容易被生活的相所执迷住，就容易心生烦恼。而注重修行，便更容易看清发生一切的因果关系，便知道我们遇见的一切人、事、物都是自己内在深层潜意识的投射，我们便会去内求、内观，而不是向外部寻求、索取。生活便处处是我们提升和修行的道场，只在一念之间即可转变认知和观念。你是为生活而来人世间，还是为修行而来人世间呢？凡夫只为生活，反而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容易处处心生烦恼。心中带着修行去生活，不但功德
福报一直提升，外显的物质生活也会越来越好，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不是一句简单安慰人的话，而是宇宙真理。为修行的生活时，时处处向内求，不找别人的问题，只看到自己内在潜在意识里面负面的需要颠覆的认知，便多了理解包容他人之心，愿意处处为他人着想，实则都是在为自己提升认知和内在维度积累能量，所做的一切便都是在为自己播种善因了。修行2个字的存在，就是能让我们从因果的视角来看待身边的一切，从自身角度内求自己，而不去外求。外求就会住相，每个人因果、慧根、节奏、轨迹都不同，人生中遇见的一切也会有所不同，但一切都不是偶然，其实都是必然。正是内在的高维在安排外在遇见的一切人事物，再度我们，让我们看清这一切都是因果和业力安排的相，能跳出全部的相最好，完全跳不出去，就先从因果入手去修行。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内在在给自己安排的，一念之间也就明白了修行的意义了。每一个当下都需要我们保持正念，善护心念，修行便是修每一个当下，不管是帮助我们的，还是给我们带来烦恼和痛苦的，也都是帮助我们的方式不同而已。其实都是再度我们看清自己的内在潜意识和认知，该提升的提升，该颠覆的颠覆。看懂了，其实便都是自己在夺自己了。生活就是道场，此时正是修炼时，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所有的纠结、痛苦、烦恼，都是在不断地拉伸我们，然后试图让我们跳到另外一个层次来看待这些问题。想想你跟你老公的关系，想想你跟你婆婆的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跟你们老板的关系，都会是这个痛苦。如果你不能够让自己变得不一样，不能够跃迁一下，你就永远会跟那些问题纠缠在一起，你会觉得极其痛苦，没法解决。真正的牛人，其思维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特别符合道。这是一种高维智慧，当你用到的思维去观察周边的万事万物后，就能清晰地发现事物的本质。普通人要怎么悟道开窍？悟道所经历的5个阶段又是什么？1. 住相，执着于相而迷失于相，在红尘中摸爬滚打，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每日奔波忙，为儿女情长忧愁断肠，为万古功成而悬梁刺股。但就算有所成就，却依然感到迷茫痛苦，心也难眠。突破，即有了突破认知的思维，开始怀疑所有的规则和思维，包括古代到现代的事情，也包括身边的人和陌生人的言论，更包括过去和未来的真假。一旦不再被已有的认知所限制，就算是触摸到了道的门槛了。3. 悟道，即有了上帝或第三人的视角，做自己头脑的观察者，
能够冷眼旁观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不为任何事情感到惊讶，也不为任何人感觉痛苦，不觉得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不觉得有什么是可能的，头脑里无喜无悲，只是坚信本自具足。4. 涅槃，即有了涅槃重生的意识和能力，因为悟了道，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走过了许多的弯路，所以心静如水，对任何人和事物没有了期待，只是遵道而行。5. 返璞归真，即有了和光同尘的大智慧，在人间炼狱中涅槃重生过之后，能够做到遵道而行，但似乎会有些僵硬，因为太过超前而与世人格格不入，所以开始改变姿态，以普通人的身份去融入世界，无欲无求，因为他知晓了人生本来就是一趟修行，世界上所有能与民共苦的伟人、牛人，都是开窍之人，都是涅槃重生之人，都是返璞归真之人，有缘人。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道是什么？你是如何定义道的？为什么要找到自己的道？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道？如何践行自己的道？人生只有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道，人生就不会迷茫，人生才有意义。这个影片有点长，但耐心看完必有所获，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的聆听。1. 认识天道、人道、地道。天道是不可人为去改变的，所以一切不可人为改变的自然规律便称之为天道。那么生活中那些自然规律可以称之为天道呢？例如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轮回，以及日月两昼的交替，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在我们的生活中，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温度的变化是受四季轮回的影响而改变的。天道其实就是健康的象征。人道，什么叫人道？人道就是我们做人的道德品质、责任、担当和义务。人道是受人的行为去约束的，是可以改变的。一个学习不努力，工作不努力，做人不积极，虚度光阴的人，这些是属于没有责任感的人。一个不懂感恩、不懂孝顺、不为家庭付出的人，这些人是属于不尽义务的人。以上这些统称是不讲人道的人。人道是后天人为的，是受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打交道和周围的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和改变的，是人与人之间、人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从古到今，老祖宗都在教育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人道更是一种因果轮回的显化，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修行。所谓的修行，就是做人要怀善良感恩之心，要有大度包容之心，要尽责任义务之道，这就是人道的显化。人道其实是情感和财富的象征。地道是一种规矩，是受社会和国家的一些条条款款制约的。
地道是整个地球上的人与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责任的相互遵守和态度的相互制约。你遵守天道，就是收获健康；你修行人道，就是收获幸福的情感、婚姻和财富；你敬畏地道，就是收获一切的自由与和平。开悟，人生的三大追求不就是健康、情感、财富和自由吗？顿悟，天道、人道和地道不就是健康、情感、财富和自由的显化吗？觉悟，人生这三条道的纬度，若你能够修到位，你做人自然就不会为情所困，不会为利所求。无论你的生活中会遇到什么风浪和坎坷，你一定有应对的能力和修补的智慧。你的身上自然会有两样神气，能量与智慧。真正的道，它是永远存在变化的，因为事物一直都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关于这一点，是与佛家的成住坏灭空的永恒变化是相通的，同时也与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的观点保持着非常玄妙的一致。道是可以说的，但是道并不是恒常不变的。用易经的意思说，就是世上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往上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往下发展，往下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往上发展。这就是事物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道可道，非常道所要阐述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有。通俗点说，道是存在的，只要你有想法，能看到、能听到的一切事物都存在道。虽然道是存在的，但是它是随时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在于外界，而是在于人的心。比如当你小的时候，你觉得幸福就是看漫画、看卡通片，然后逐渐长大，你会觉得看漫画、卡通片是一件索然无味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会对异性感兴趣，然后觉得有了一个家庭才是幸福的事情。随着你不断的老去，你不再对异性感兴趣，而是对自己的身体特别看重，觉得老来身体的健康才是第一位，或者不给别人带来麻烦才是幸福的。也就是说，幸福的含义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人的心里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幸福就是一种道，你处在什么角度，对它的认识就有不同。但是这种道的境界是以有来作为依托的，也就是说，你认为幸福是存在的，它存在于漫画中，存在于家庭中，存在于健康中，不管你觉得它在哪里，都是有的一种认识。换个角度说，你所看见的一切都是道。道可道，非常道的第二层意思就是无。这种无并不是说的没有事物，而是事物一直都在发生着变化。当你认为道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你心中对道产生一种固有的认识。但是一旦道发生了变化，你所认为的道
就不存在了。刚才说了，道并非是恒常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所以你所认识到的道其实都是不存在的。真正的终极大道就是一个字，无。这里的无并不是说的没有，而是指的它的变化的特点。道场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在此心，在每一刻回到你内在的觉照。所有的道场都不在别的地方，觉悟不在别的地方，佛不在别的地方，和平安乐不在别的地方，解放和自由也不可能从别的地方、别的世界获得。你所追求的所有幸福、快乐、安全、平和、宁静，都不可能从别人或者别的地方获得。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你只能从自己那里获得，因为那个觉悟的世界就在你的心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像灵山，就像佛塔一样，就像佛的净土，就是佛的一个道场。道场就是修行的地方，你所有的成就都要从这个地方获得，从你生命的当下获得，从你当下的身体，从你当下所有的烦恼中获得。道场在哪里？道场就在你当下这一念心里，包含着你所有的烦恼障碍和所有的智慧能力。这所有的烦恼障碍、智慧能力都是你真正修行的道场。你不需要再从别的地方去寻找道场，你是从生命的道场里来，还是一直用着本来的道场去寻觅另一个外在的道场？在觉悟的心看来，在处处都是道场。真正的道场出自你这一颗完完全全的真心。当每一刻你的心完完全全都在道的状态，与一切事物真相相合的时候，随顺因缘，而不是掉在烦恼、恐惧、斗争、不安、是非种种的状况的时候，那你的心就是道场。而离了这个行道之心，你还能从哪里找到道场呢？如果你离开教区，四处寻觅道场，就叫背觉合尘。觉就在这一念心里。我们之所以是凡夫，之所以有种种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的或不去看的，而从这里转过身，要去外面找觉悟。外面是什么呢？外面就是尘。我们总想从尘里面找到觉悟，想从外在的环境里找到觉悟，想从别人那里找到觉悟，或者想从佛陀、从菩萨、从智者那里找到觉悟。将心密道，永无了期。你用这样的心去寻找觉悟，永远也找不到。每天从许许多多的地方去学习，到处去寻觅的时候，你已经错过了那个最重要的道场，就是那个充满觉悟的真心。当下了然觉知的真心就是最真实的道场，没有任何虚假。为什么它没有虚假呢？因为除了当下这颗真心展现的所有以外，你还能找到另一个真相吗？你能够找到并把过去的任何事实呈现在你的面前吗？你能把未来呈现为现在吗？而此刻你所觉知的全部都如实映现在你的面前，真心映现出了整个世界，无论是山河大地，
还是所有的生命都在每一刹那的真心里完全的显现，它显现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一刻的心是无虚假的真心，是全然的真心，是全然的觉知。道场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在此心。因为有这样的真心，才能够有所行动和行为，所以真心能够发心。你有没有留意到，这心每一刻都无住不停，所有的造作、行为、体验、创造都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你说的你想的，包括贪嗔痴，包括戒定慧，包括所有的好事或者坏事，在什么时候发生？只有在这一刻，在你行动的时候，而不是在别的时候。所以在行的这一刻就是道场。我们相遇的这一刻是不是一个行？这就是一个道场。我们对话的时候，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甚至我们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是道场。甚至生气的时候也是道场。有人经常想说，我到庙里去就能修道了，不到庙里就修不成道。那你在庙里的什么地方修道呢？即使在庙里，都在什么地方修道？在每一次举心动念里修道。如果你在此处起心动念、行为造作的时候与道不相合，那你在什么地方会变得相合呢？如果你能够在庙里与道相合，那庙是什么呢？是庙让你变得与道相合吗？是佛像让你变得更接近道吗？有人说，我有了钱在修道，我有了时间在修道，我有了好的老师在修道。那你几乎没有机会修道，因为这不过是你不想与道场相应的借口而已。你即使有了老师，不一定是佛，而你要找佛，佛又不在，已经圆寂2000多年了，你是碰不到的，所以你总也没机会碰到那个佛，也永远不会与道相合。真正的修行就是从此刻你真的遇到内在的佛开始，从那个真心觉悟开始，你的每一刻、每一个行为、每一个造作的当下，都跟自己的佛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道场了。以清净心去行一切法的时候，一切法皆清净，你就能够创造一个完全清净的世界。深入、持续、不间断、无差别的那颗心就是道场。不是我此刻在觉悟，下一刻不再觉悟了。如果你向内观察一下的话，就能发现觉悟一直在那里呈现，但刹那间我们不自觉地掉进了烦恼、是非、人我中，因此我们的功德刹那地散尽。修行是每一刻的事，觉悟是每一刻的事。只有当每一刹那都在觉悟的道场时，我们的功德才能够增益，智慧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增长。这不是理论，每一刻回到你内在的觉照，那里才是你真正的道场。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道？信仰就是最高级的文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要有信仰、有文化，就意味着它有生命力。立国靠的是文化，强国靠的是信仰。
信仰代表了我们人类对宇宙真理的极度信服与尊重。信仰使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能始终坚定的信念，是我们内在的精神的方向，是我们仰望的、渴望达到的精神境界，也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文化则是我们精神的显现，心灵的显现。信仰和文化是一体分不开的，它们是一不是二。信仰本身就是最高级的文化，信仰决定了文化的取向，文化表现了信仰的镜像。信仰为人心的根本，文化为人心的表象。信仰决定了文化，文化传承了信仰。文化的展现必须通过一个载体，一种形式，比如一座大楼就是一种建筑文化的展现。管住自己，就管住万物。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存在，没有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为什么会这样？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看世间万象，是用空心来看世间万象。如果我们也带着空心来看世间万象，会发现它们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但是我们恰恰是带着我执来看世间万象，赋予世间万事万物各种信息，并美其名曰文化。其实这是一种破坏。我们与人交往也是如此，觉得这个人这不好，那个人那不好，其实是因为你带着我执在与人交往。如果你去掉我执，与任何一个人交流交往，就会发现他就是佛。本来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自身都具足，也就是六祖所说的，我们的自性本自清净，本自具足，能生万法。但是我们在娑婆世界轮回了太久，忘失了本性，误以为世间万象就是本心，它们只是本心的投影。可是大家却抓住投影不放，丢失了本心，就像天上的明月投影到水里，你误以为水里的明月是真的一样。如何才能找回本心呢？不需要求别人，只需要把身心静下来，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关掉，把心灵的眼睛打开，往内观，久而久之，你的自信就会显现。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那么的丰富多彩，那么的清净，那么的圆满。美化心灵就是在保护环境，所以要想环境美，首先要保持心灵美。如果忽略了自己的内心，总是把心放在外面环境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谁是环境？你是环境，我是环境，他是环境。离开了你我他，环境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心看住了，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管好了，外面的世界自然清净、和谐、美好，根本不需要我们再去管理外面的环境。保护地球，保护自然，不如先看好、管好自己的内心。内心看管好了，你就把地球保护好了。这个世间离开了你我他是不存在的，环境离开了你我他也不存在，万事万物离开了你我他都不存在。而在你我的三者之中，谁又是主要角色呢？我，也就是自己才是主角，我才是第一因素。
就是管好自己的身口意，不要给别人造业障的机会。我们的心清净，世间万法就清净；我们的心不乱，世间万法就不乱。万物是由心主宰的，离开了心，一切都没有生命力。当你的心清净了，生活中出现的任何现象你都能接受，就是遇到逆境，你也会以一颗欢喜的心去接受它，面对它。无论外在的万象有多少种，它们都是由一心所现。一个人忽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心就会不安。比如现在的人都在忙忙碌碌地赚钱，难道你的生活真的缺钱吗？不，是你的心缺钱，否则为什么有了钱你还在忙，还会觉得空虚呢？是你忽略了心的存在，没有在本位上下功夫，所以你有了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爱人，有了名气和地位，还是烦恼，还是看世间万象不顺眼。所有的问题都在你的心上，你应该解决你心上的问题，而不是在外面的现象上去找问题。不懂得要为自己的心努力的做事，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忙碌奔波，殊不知为欲望付出越多，你的烦恼就越多，你离道就越远，你的心就越混乱。每个人的心乱了，社会乱了，所以我们应该在心上下功夫，为自己的心多做一些事情，一些安心的事情，不需要语言的沟通。开悟的人都知道，人生的幸福跟你有多少钱，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名声，有多高的地位，没有绝对的关系。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什么地位，却过得很好，很幸福。那是因为他们天天都在和自己的内心对话，和自己的内心沟通，和自己的内心和谐的相处。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用语言沟通的。如果两个人的心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不需要语言了，一见面，眼神一碰，就已经沟通好了。语言是向外的，说得越多，离心越远。我们可以换一种沟通方式，不用语言沟通，两个人见面之后，相互微笑地看对方的眼睛。一般你向他微笑，他也会向你微笑，这时候就不需要再用语言沟通了，你们的心灵已经沟通了。各种宗教徒在做祈祷的时候，都是面向他们信仰的神跪拜合十，或者摆一个姿势，闭上眼睛，默默地在心里祷告。没有祷告的时候，也是用敬爱的眼神与神沟通交流。既然我们可以与神这样沟通交流，为什么不可以与人这样沟通交流呢？佛也是人修成的，佛是一个觉悟了的人。按基督教的说法，人是上帝的复制品，上帝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怎么不能说人也是上帝，是佛呢？既然人是神的作品，人可以成佛成神，我们也可以把世间万物看作是神的作品，佛的作品。所以古人敬畏天地万物是非常有道理的。万事万物都是我们心灵世界的投影。例如
你非常爱你的爱人，想对他表达你的爱，买了枚戒指送给他，这个戒指就载着你的心，传达了你的爱。如果我们对待万事万物也像对待自己至亲至爱的人那样，对待身处的环境也像尊重心爱的人一样，我们生活的环境自然就和谐了，清静了，美好了。我才是万事万物的第一因素，不知道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从自身做起，回归本位就是道。一个人越接近心灵的世界，越喜欢自然的东西，因为他的我执越来越少了，境界提升了，不喜欢看人为造作的东西了。当一个人越往内心深处走的时候，他外在的表现形式反而越简单，因为心本来就是简单的，只有头脑才复杂。凡是用头脑来做，都会越做越复杂；凡是用心来做，就会越做越简单。你越简单，就越接近道，越接近自然。只有自然，只有道，才是和谐的、圆满的、持久的。遇到事情你不用解释，只要把心静下来，让对方走进你的内心世界，一切自然就清楚明了。过多的解释辩护意味着你关闭了内心，你要学会敞开心扉。当一个人到了40-50岁，眼睛还在往外看，没有学会往内看，你的人生已经偏离道了。只有回到自己的内心，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否则你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人，一个支离破碎的人，因为你的心都留在外面，散落在四面八方了。只有把心从四面八方收回来，回归本位，你才完整，你才轻松自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灵魂，谁也不需要谁来管，要学会自己管好自己。做父母的把孩子管得越多，孩子越不能健康的成长。很多孩子在成长的阶段不具备良好的家庭环境，父母没有管他，只是稍微做了一下引导，他反而成长得很健康。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有问题，问题首先是出在你身上，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人老师，父母的第一个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如果你的心真的在本位上，你孕育培养出来的孩子一定是非常优秀、非常完美的。只有当我们回归了内心，外面的世界才会越来越清净，越来越祥和。要想身处一个美好的世界，首先回归你的内心，从你的心开始，把自己先管好。中国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古老的文化中到处充满了辩证思想，一定是一阴一阳，阴阳平衡才能称之为道。易经中提到的一些推算方法，就是教我们认清自己，认清自己之后，再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围绕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这些就是法和术。在没有搞清楚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之前，学再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如何找到自己的道呢？对于个人来说是最简单的，标准就是自己的感觉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在必须做的事情中找到自己舒服的一个平衡点，
记住这个点，就是你的标准。找到了道、法和术才有效。道、法、术三者构成了一个系统，也就是说，易经就是一个包含宇宙自然法则的系统，里面的各种推演方法，只要你肯下功夫去背去记，你也可以做预测。只是会算，那只是数而已。最大的磁场就是我们自己。正心、正念、正行，遇事不抱怨、不慌张，时刻对周围一切保持感恩的心。我们自己就是最大的风水宝地。如果自己的磁场不够强，随便一点煞气都会影响我们。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耳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每个人只要学会看住自己的心，世间万象自然各归其位，各行其道。管住了自己的心，就意味着管住了世间万象，因为我们的心才是根本。世间万象只是心的显现，世间的很多错误都是这样缘起的，根源都在自己。当你看透了人性，颠覆了三观，崩塌了信仰之后，社会这一刻就算毕业了。看透了人性，还能保持内心的善良，修行就成了。对于修行的人来说，人间处处是道场，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留下一句人生处处是道场。愿你早日成为心性圆满之人，收获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